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聊一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1月份的各项经济数据，其中 CPI 降到了负的0.5%，很多朋友就觉得疑惑，我们身边的东西没见怎么便宜啊 ，CPI 怎么就降成负的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了诸如此类的文章啊，中国11月新增社融环比大增50%，这就是标准的标题党。说的是夸大其词，赫然听闻，但是人家说的是实话。像这些复杂的经济数据，我们怎样去看，如何去理解？今天我们详细的聊一聊。首先还是说 CPI 啊，这一块毕竟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成本，老百姓都很关心。CPI 这一次降到负值，主要原因是因为猪肉价格的下降，这一块大家都知道。我这儿有一个表格，在咱们国家，去年的年底，今年的年初 CPI 非常高，4%、5%，但是同期的猪肉涨幅都是100%以上。上个月猪肉价格确实下跌了12.5%，直接就带动 CPI 降到了负的。这是猪肉在 CPI 里边的权重问题。咱们国家的 CPI 统计权重是5年调整一次，上一次是2016年，下一次调整就是明年。具体怎么调整，那我就不清楚了。另外呢，咱们在大概10天之前吧，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也是关于 CPI 的。央行的前行长周小川曾经说 ，CPI 现在已经失真了，已经不能够真实的反映老百姓对于物价的主观感受，建议把资产，特别是房价列入 CPI， 究竟怎样列入还需要研究。当然这一期我们曾经说过，今天就不再具体的赘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往前翻2期看一看。咱们老百姓感觉到物价没有怎么便宜， CPI 却逐步降低，降成负的，还有几个原因，我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该涨的东西都已经涨起来了，即使说现在 CPI 降成负的，其实也没有便宜多少。就像一个学生，去年考了99分，今年考了98分，你看着是降了1分，但是仍然是一个好成绩啊，仍然是高物价，就是这么一个原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 CPI 的统计是比较全面的，有一些东西确实降价了，它拉低了 CPI 的数值，但是我们感受不是太深。比如说小汽车这10-20年是大幅降价，即使没降价，我现在买的小汽车要比10年前买的要强多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家用电器，电视机、手机，这些都在降价，而且它们的权重也不低，拉低了 CPI 的数值。但是我们感觉比较敏感的东西像一些瓜果蔬菜还有一些服装什么的，这些即使在上涨，但是也被小汽车给拉低了总体的数值，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家楼下有一个牛肉面馆，上半年的牛肉面10块钱一碗，下半年就涨到15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像这种情况，牛肉面上涨根本原因是因为房租和人工上涨，但是 CPI 统计的时候统计什么呢？面的价格和牛肉的价格，它统计的是原材料，没有统计最终的成品。当然也统计了一部分房租，但是不能完全的反映牛肉面涨价的现实。而我们往往对这些身边的服务业它的最终提供的东西感觉比较敏感，CPI 往往统计不到，这就是 CPI 统计数值和我们感觉中间有一些误差。但是实际上它的统计数据还是准确的，这一点我们不用怀疑。那有些朋友就问了，既然 CPI 和我们的感觉没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完全失真了，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咱们老百姓来讲，意义确实不大。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我们资产的保值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吧。我有100块钱，今年的 CPI 涨幅3%，那就意味着明年这100块钱只能当97块钱用了。我要想让钱保值，那我就得找一个理财项目，让这100块钱变成103才行。我认为这是对咱们老百姓意义最大的地方。可能有些朋友还认为 CPI 已经降成负的了，作为国家的决策层，是不是应该降低利率，
稍微放点水。按说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正常的逻辑 ，CPI 降低就应该宽松一点。但是在咱们国家，特别是现在啊，我们还要参考别的一些数据来考虑。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 M2。M2 自从3月份疫情以来啊，每个月的增幅都在10%以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相关的数据啊，一会儿我也会列一个表上来。特别是现在每个月增长10%，这个数据量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 M2 的基数比较大，200多万亿，增长10%就是20多万亿。但是要知道，在2000年之前，咱们全社会的钱加到一块儿还没有20万亿呢，就是现在的 M2 增量已经很大了。高层在放水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这个指标，所以呢，今年下半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实际上货币当局是在收缩的，也没有降利率，也没有大放水。另外 M2 的增长要和 GDP 的增长相适应，但是今年的 GDP 很明显不会超过3%，所以说现在已经比较宽松了。CPI 虽然是一个有着指导意义，但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啊。我们看下一步货币会不会宽松，主要是看政府遏制泡沫的决心和经济增长的情况。如果说经济增长情况不错啊 ，GDP 每年能有个6%、7%，适当放一点水还是可以的。这1-2年情况很明显不允许啊。在这一次发布的经济数据里边，比较有正面意义的，我认为就是 M1 的数据啊。这一块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也看了相关的报道了。M1 在11月份同比增长10%，和 M2 之间的剪刀差已经降到很小了。M2 增长是10.7%啊，已经小于1%了。这有什么意义呢？ M1 的增长预示着企业手中的活钱变多。M1 它是社会中的流通货币加上企业的活期存款，流通货币很少了，满共也就是几万亿，增长个10%也就增长几千亿。但是 M1 它的总量是几十万亿，增长10%就多了几万亿，说明企业手里啊多了几万亿的活钱。企业的活钱为什么要多？这很明显，它下一步要扩大再生产，要花钱，不然的话钱就存成死期了，或者投到别的地方去了，不会以 M1 的形式存在。所以说 M1 的增长是一个好事情啊。可能有些朋友觉得，那万一企业没有什么项目可以投，把钱留在手里，会不会也造成 M1 增加呢？这种情况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他要没什么项目投，他就存成定期了。另外 M1 我们不能只看1个月的啊，要联合起来看。最近3-4个月的数据都不错啊，8月份是8%， 9月份是8.1%， 10月份是9.1%， 11月份是10%，这成一个良性上涨的趋势，这个趋势就非常好。与此相对照，上半年咱们的经济情况比较差，那个时候 M1 的增长只有3%、4%、5%，同期的 M2 增长是11%，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剪刀差。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M1 是不是越大越好啊？因为你刚才说了嘛，M1 代表企业的活钱增多啊。其实呢，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展开了去看。我来举一个例子啊，在这里我有一份表格，从2016年的3月开始 ，M1 的增幅都高达20%多，一直持续了1年的时间。同期的 M2 增幅只有10%、11%，M1 的增幅大于 M2 2倍，形成了巨大的反剪刀差。你像这种情况好不好呢？我们要分析2016年和1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那是全国性的房价翻倍。M1 增加都增加到谁的手里了？房地产企业以及房地产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企业，他们手中的活钱非常多，等着买地盖楼啊，进行各种生产的。你像这种经济形态好不好呢？很明显它是不健康的。还有一种情况 ，M1 也会高于 M2， 那就是打仗了，国家进入了战时机制，涉及到国计民生的，还有军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但是社会上的融资环境被破坏 ，M2 降低 ，M1 会远远高于 M2， 那这种情况肯定就更不好了。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那照你一说，现在的 M1已经增长率高达10%了，那这些钱到谁的手中了？是不是预示着房价还要进一步上涨啊？这个问题其实问的也挺好啊。房价呢也确实涨了，真的，要不是政府压着，现在1、2线早就翻天了。今年下半年，特别是11月啊 ，M1增长到10%，房地产企业，特别是头部的企业手中的资金流也相对好了一点啊。但是由于国家的调控政策啊，房地产企业呢应该不占主流。那这些钱在谁的手中呢？应该是上半年投资驱动啊，国家投入了很多钱进行基建投资这一块相关企业的手里。另外呢，就是外贸企业啊，今年下半年外贸是真的起来了啊，外贸企业手中的资金流也相对比较多。总之 ，M1缓步增长和 M2逐渐缩小剪刀差是一个很好的经济信号。这是11月份经济指标里边最亮眼的一点了。接下来我们就说社会融资规模，这是一个很忽悠人的东西啊。开头我们就说了啊，有些文章的标题，中国11月新增社融环比大增50%。那么社会融资规模增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看融资是怎么增加的，从哪儿增加的。咱们国家今年的社会融资增长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啊，因为从今年开始，政府的债务、国债这都计入社融规模了，但是在去年还不算啊，所以今年比去年多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另外呢，11月份的社融真的多吗？它的增量是21300亿，这其实并不高。在今年的3月份，咱们国家的社融增量曾经高达51627亿。是11月份的2倍，怎么没见媒体这么报道啊？所以我就说，有些媒体的他就是标题党，就是为了吸引你眼球的。他用环比不用同比，环比是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咱们国家10月份的社融增量确实是比较少的，只有14000亿。11月份是21000亿，多了7000亿，确实是环比增长50%。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其实没怎么增长，包括和今年上半年相比，增长都很少的，所以我说这是标题党，混淆概念。我们应该怎样看社融这个数据啊？要和 M2对照起来看。社会融资的概念，它主要是针对经济体的，企业、个人，现在包括政府。比如说企业向银行借了100万啊，贷款贷了100万，对于企业来说就融了100万啊，对于银行来说就放出了100万的 M2。企业在股票市场融资100万，这也叫社融，但是呢，它就不计入 M2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预示着啊，社融的增速和 M2的增速，它们之间反映的是社会融资的多元化。所以我们看社融数据啊，不能孤立的去看。我来举一个例子，11月份的社融数据里边显示，企业债券新增只有862亿，但是10月份的新增是2522亿，这就产生了一个断崖式下跌。为什么会有这种下跌呢？我们都知道，11月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债券违约，搞得好多企业要发债券不得不收回了，终止了。在社融数据里边就忠实的反映了这一情况。另外，我们看社融数据里边还有一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在今年的7、8、9 3个月，融资的资金量都高达1000亿以上，1200亿。7、8、9 3个月我们都知道啊，正是 A 股市场相对还可以，而且 IPO 发行的比较顺利的时候。这2个月就下降了，10月份是900多亿，11月份是700多亿，因为股市在横盘嘛。在未来，随着咱们国家股市注册制的推进啊，社融和 M2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成为债券、股票的一个参照的经济指标。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吧，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啊，不能孤立的去看，最少你要联系半年，有必要的话你要联系好几年，要宏观的统筹的去看。那对于咱们老百姓而言，其实这些宏观的数据对我们指导意义不是太大。
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个体微观行业啊，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即使阳光普照，也不可能照到每一个地方啊。即使是漫天风雪，也总会有一个地方让你取暖。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还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关注到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行业啊，增强自身的能力，才能保证无论怎样的市场环境，我们最少都能有一份自保的能力。最后呢，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天冷了，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朋友们要注意防寒保暖，千万别像我一样一不注意就感冒了，耽误工作。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节目再见。